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毅，2011年至2025年，从籍籍无名到断层顶流，这一路太好哭。声明原创不易，道文必究。全网同名光影过客爱，其他账号非本人。转载请注明来源，莫要打上原创标签。其他平台均未同步内容，介意格式排版问题可移步今日头条搜索光影过客爱。年关将至，光影君没有太多时间追剧，所以这些日子也几乎没有给友友们安利。不过人物故事持续更新中，光影君先写自己喜欢的或者是最近火起来的，想看其他人也可以留言哦。言归正传，今天光影君想写的是诚毅，很多老粉都知道光影君是诚毅的散粉，但更多的是聊他的作品，他获得的奖项，他的代言，他的壁纸，可从来没有好好的聊过他本人和他追梦的这一路。暗夜逐梦，你叫诚毅，原名傅诗琪，从怀化晨曦的寻常巷陌走出，怀揣着对表演的热爱，一头扎进了北京这座繁华又残酷的梦想斗兽场。初来乍到，你只能栖身于狭窄逼仄的空间，可那盏昏黄小灯每晚都映着你研读剧本的身影。为了能叩开演艺圈的大门，你奔波在各个剧组，哪怕只是一个仅有几句台词的小龙套角色，都要拼尽全力去争取。试镜时，攥着那份被手心汗水浸湿的简历，看着周围同行自信专业的模样，你紧张到声音都不自觉发颤。龙套岁月漫长且苦涩，天未破晓就得裹紧单薄的衣物奔赴片场，早春寒意刺骨，身上那件破旧戏服形同虚设。日子虽苦，但你知道只要有戏拍，有角色交给自己就能得到历练。你知道若不经过风吹雨打，又怎能得见雨过天晴后的绝美彩虹呢？所以你在片场的角落默默观察、学习，心中那团梦想之火从未熄灭。琉璃破晓，2025年琉璃宛如命运悄然开启的一丝微光，照亮了你的逐梦之路。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那一年，你紧紧攥住了雨丝凤这个角色，为塑造好他，你近乎住在剧组，日夜与剧本为伴，拆解每一个情节。拍打戏时，你拒绝替身，吊着威亚的你从高空呼啸而下，重重摔落在的新伤旧伤交错。都说演员演哭戏是最难的，当时年龄尚小的你自然也没有演技老道的会哭，不过真诚永远是必杀技，让自己陷入悲痛的情绪里，哭戏自然真。琉璃播出了，你不再是籍籍无名的小演员，作为新晋小生，一时间风头无两。然而云歌会的风波却汹涌来袭，恶意揣测、诋毁铺天盖地，那些伤人字眼似锋利的尖刀，用力地刺向你。你躲在无人角落，满心悲戚。沉香沉潜，沉潜一词有3层意思：一，在水里潜伏，沉默；二，思想感情深沉，不外露；三，集中精神，潜心。经历云歌会的重创，你没有一蹶不振，而是在沉香的世界里沉潜，潜心钻研，不问杂事。拍摄进度过半时，正值酷暑，片场仿若巨大蒸笼，厚重的古装密不透风，汗水肆意流淌，妆容一次次花掉，你却眼神专注，将唐周与应渊复杂深沉的情感丝丝入扣地演绎出来。这段日子，外界的纷扰渐渐被角色的世界屏蔽，你在戏里沉淀自己，磨砺演技，积攒着重新起飞的力量。莲花盛放，认识李香怡李莲花时，你的演艺之路虽然已经顺遂，也已然成为前途不可限量的新星，但《莲花楼》这部剧其实不被圈内外看好。不过你不在意，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，任何角色
当你和他相识之后，你都会用尽全力呈现出来。每一个作品播出时，你都希望在观众眼里，你不是诚意，你是故事里的人。也许正是因为不被看好，才会触底反弹。谁都没想到，有那么多人认识了从前的李香怡，爱上了以后的李莲花。从洒脱不羁的少年侠客，到千帆过尽的从容隐士，每个微表情，每处肢体动作，都是你多年积累的结果。莲花楼的长尾效应至今还在，曾经的阴霾被如潮赞誉驱散，过往一切辛酸也都凝成了荣耀勋章。星光汇聚，莲花楼播出1年后，你在亚洲电视大奖上，他凭借莲花楼中李莲花一角，一举拿下最佳男主角提名。也许有人觉得这奖含金量不高，但那也是行业对他的高度认可。不仅如此，各类权威媒体评选的年度影响力艺人榜单中，你也赫然在列。同时，各类代言拿到手软，官宣一天，销量爆表。2025爱奇艺尖叫之夜上，你成为了尖叫男演员，身前被评为最受微博网友喜爱剧集《富山海》，也被评为最受会员期待剧集。2025腾讯星光大赏上，你成为了年度星光演员。如今，你拥有的一切都是名字最好的诠释成功需要毅力。奖项也许你不甚在意，奖项也不能成为评价你演技好坏的依据。就像光影君从前说，永远记得2024年的夏天，有一个李莲花从我心中翩然走过。